是啊，孩子，不要惊慌。桓斌，这是怎么回事？狄阁老，您号称世上最聪明的人，怎么连这一点都想不通？你是蛇灵的属下？没想到吧？能让狄仁杰如此吃惊，真是世间一大快事。不错，我就是蛇灵一堂堂主。我说寒光寺中的刺客是谁放进去的？原来是你！哼，说得太对了，只是此时才想到，已经为时太晚了。小梅，保护太子。不必了，狄大人，蛇灵中的6大杀手，你已经见过5位。我想你的心里肯定一直在猜测，排行第2的血灵到底是谁，对吗？你是血灵？哼，不错，我就是血灵。该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是你？他就是血灵。元芳，你可能有所不知。血灵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孪生姐妹。上一次在山谷中，我就是上了他们的当，才身中剧毒。原来是这样。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血灵竟然会是小梅。小梅现在正跟随在大人身旁，一旦她出手加害，以4大军头之力，无法与之抗衡。怎么，小梅随狄大人去了太子宫？正是。元芳，我们要立刻赶到太子宫，向大人禀告。晚了，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吧，先将他捆绑起来，收于后园。我2人立刻赶往太子宫。我终于明白了，此事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圈套。首先是桓斌，利用自己牵牛卫大将军的身份，暗中探查，终于侦知了袁天罡被关押在寒光寺之中。他将消息传到蛇灵总坛，萧清芳便立刻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小梅。不错，当时青阳客栈出现了显儿留下的蛇形标记，这令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将此事报告了萧清芳，他要我暗中与李元芳见面，故意将寒光寺之事透露出去，引起你的注意。哼，果然。小梅，怎么样？啊？快，赶回洛阳！快！洛阳哪里？山。什么？果然，李元芳中计，赶回洛阳将此事禀报给你，而你呢，经过一番分析，最终将焦点落在了寒光寺和闪灵的身上，而此时桓冰则安排我和闪灵进入寺中。寒光寺中赐驾的第3人，
原来是你。不错，没想到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杀死武则天，只不过是要令她心存疑惧，从而将老主人袁天罡转到寺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暗中下手劫夺。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哼，果然，一切都照着我们的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桓斌，下面的就由你来给聪明的狄大人解释解释吧。赐驾的当天晚上，武则天就派内卫府大阁领黄胜彦来到含光寺，用朱果将老主人袁天罡提走，而我呢，则命亲信李副将率领22堂下属，扮成牵牛卫，在半路等候。不对呀，弟兄们，小心！王将军，这么晚了，到含光寺有何贵干？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副将。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赐驾之事尚未了结，本将军率牵牛卫在此设伏，严查过往之人。难道连内卫也要查吗？本将不敢，只是要问一问王将军是来做什么的。我奉圣谕，率内卫到含光寺公干，怎么样？这总行了吧？啊，王将军，请吧。好，李副将，告辞了。弟兄们，走。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我说内卫们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原来他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杀的。是的，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推理找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勘破了含光寺中的地牢，发现了老主人的身份，真可算是神乎其技呀！这一点也是你们没有想到的吧？不错，本来我们只是想引你去灭掉萧清风。哦，为什么？狄大人，不要着急，我们还有的是时间，这一点会有人向你解释的。你们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元芳、文忠，你们来了。大人，大人，我们来了。你不是一直在昏迷吗？那当然是个障眼法，是我和狄大人给你们使的障眼法，否则你那个杀手妹妹会上钩吗？她在哪儿？当然是倒在了我们手中。现在你是跪下受缚呢，还是要我们动手？你们杀了她？当然没有。陆先生，血灵，你没有受伤？是的，我并没有打伤他。狄大人，今天夜里令你感到吃惊的事情，似乎是多了一点。哼，不过没关系，你放心，我们
会让你一一明白，因为这一切从开始就是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如此精彩绝伦的设计，如果不让你明白，那岂不是明珠暗投？不要说你会死不瞑目，就算是我们，心中也不会舒服的。你到底是谁？狄仁杰聪颖过人，推理如神，难道真的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袁天罡并没有死，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不错，我才是真正的袁天罡。那总坛中的死者是谁？那当然是鲁成。你心里一定在想，大名鼎鼎的狄仁杰还从没有如此失败过，因为你的对手是袁天罡。让我们从头说起吧。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2本上古的历书，里面详细记载着洛河的天后水文。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回到家中仔细研读之下，却发现书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什么秘密？洛河西通古水，南连曹渠，北接运河，水文情况极为复杂。书中记载了洛河上古年间出现的10几次可怕的泛滥。于是我按照书中记载的当时天后以历法之术进行推演，发现那并不是洪水泛滥，而是洛河水受日食或月食的影响而引发的巨大暗涌。暗涌？正是，按照书中记载，每一次暗涌的时间都是日食或月食发生之时。日食？是啊。当时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便详加推算，终于得到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10年之后将会有日食发生。得到这个结论后，我非常震惊。对于洛阳来说，日食就意味着暗涌，那将是天地间积蕴的一股神秘力量。这暗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将它称作洛河神医。记得昨天你还问起了这件事情。哦，不错，我是听皇帝在寒光寺中对我提起的。是的，一旦暗涌爆发，洛河两旁的堤岸会被彻底撕裂，河水倒灌纵溢，将两岸的街道民房全部吞噬。这暗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正是，这是自然之术，无法避免。当时解读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想到了，如果能将暗涌善加诱导，使它的力量不向两岸延展，都集中于一点上，那定会形成摧枯拉朽、拔山起岳的巨大冲击力。不管什么东西，在它的面前都会土崩瓦解。那么这股巨力，如果用于武则天身上，他会怎么样呢？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将地点选择在太子宫。哦，为什么？那是因为太子宫与洛水和上阳宫之间的距离都是最近的。你在太子宫中挖掘荷塘与洛河相连，并在荷塘之中放置水闸，
平时洛河之水无法进入到荷花池中，然而一旦暗涌到来，水量骤然加大，此时水闸便自行升起，使暗涌冲入荷花池内，以摧枯拉朽之力撞破荷塘四壁，进入隧道之中，沿隧道直奔上阳宫麟德殿下而去。此时正是大潮时间，麟德殿倒塌，将皇帝以及所有的大臣埋于地下。于是你们便用那些易过容的太子阁臣，将我大周的天下偷梁换柱，窃取到你的手中。这也就是你炮制洛河献碑，骗皇帝迁都的原因。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我袁天罡何愁大事不成啊？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求部下只将隧道挖至千亿方，而不延伸到上阳宫麟德殿之下呢？那是我精心计算过的。千亿方与上阳宫之间只有一街之隔，以暗涌之力来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冲毁那段壁垒阻隔，而进入上阳宫地下。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将隧道修到麟德殿下，否则既费时费力，更容易暴露，使计划功亏一篑。我今天彻底明白了，所谓洛河神意，原来是这样。是的，在地牢中，我用了10年的时间计算暗涌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刻，以及如何以力学之理引导这股巨力，不让它分散到别处，只集中于一点。直袭上阳宫麟德殿，将麟德殿武则天和所有朝臣一起埋葬。终于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真可以说是夺天地之造化。那么这个秘密萧清芳也知道吧？是的，他之所以还肯花费力气救我出来，就是想从我口中得知洛河神意的准确时间。这一点我也想到了，而且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很早就开始筹备此事。从小惠率人潜入洛阳，伺机勾引太子，取而代之，到22堂部众按部就班开进太子宫，展开攻势。这一切都说明，他对此事已是蓄谋已久，只是不知暗涌的准确日期和时刻。非常正确。在我入狱这10年之中，萧清芳的权力欲急速膨胀。当桓斌和小梅将我从寒光寺中救出时，便将这一点告诉了我，而毁文中对他更加不满，早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个引我前往大阳山消灭萧清芳的计划就诞生了。一点不错。你知道，在这10年中，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势力飞速发展，远非我能相比。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将萧清芳除掉，那就只有你狄仁杰了。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会成为杀人工具。你确实是我的杀人工具，而且是一件很不错的工具。这时，一个计划慢慢酝酿而成。我先到柳州住下，命鲁城易容之后去替我对付萧清芳，而我则可以在暗中指挥这个计划。首先，萧清芳最信任的就是血灵，
而血灵是一对孪生姐妹，就是小梅和小凤。她们俩是我从小带大，对我绝对忠心耿耿。萧清芳派他们二人到你身旁卧底，这正中了我的下怀。于是我将计就计，暗中命小梅将蛇灵总坛的状况对你详细言明，而后引你率军来到大洋山中，彻底摧毁萧清芳的老巢。果然，一切如我所料，你中计了。率大军来到大洋山中，拔出蛇穴，摧毁了总坛陀罗地。你不认为事情也可以这样说吗？这件事正是我要做的。当然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与小梅引我前往大洋山同时进行的是你开始安排第二路卧底之人惠文忠。当时你们定是通过大洋山中的蛇穴得知元芳和如燕已到，于是便精心安排了惠文忠与萧清芳以及贾元天罡的决裂。惠文忠与二位血灵在萧清芳面前合演了一出中毒的闹剧，而后随着你袁天罡的指引，逃入元芳和如燕居住的小庙，被这二人救下，顺理成章地埋好了这第二条暗线。精确的分析，只是稍微晚了点儿。难怪当时元芳曾经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怎么样？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哦，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事情结束之后，元芳和如燕对我说起此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中毒之人怎么会脉象平实呢？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你，惠文忠。现在，你好像忽然变得比任何人都聪明了。记得那天夜里，元芳、如燕和惠文忠是在你居住的那个蛇穴中过的夜吧？正是，那天夜里，李元芳和如燕来到蛇穴，我故意帮他们找到解毒用的药材，而在协助他们扶起惠文忠的时候，我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他的手里，那上面写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灌不进去啊！老张，你帮我一下。过来。还真听话。别废话，快喂药。这件事完成后，我便将他们指引到总坛陀罗地。本来你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将如燕留下，那么惠文忠便能够顺利地卧底在我身旁。而李元芳太难对付，必须下手除掉。于是你暗中跟到陀罗地，亲自指挥。
立刻动手除掉李元芳。放心吧，万无一失。这样，元芳在陀螺镇上就遇到了那个身穿蝮蛇衣服的杀手。其实，那个杀手不是别人，就是你毁文忠。你之所以身穿蝮蛇的衣服，不过是为了分散李元芳的注意力，令其无法猜测你的真实身份。一点儿也不错。于是，你二人在街道上展开激战。元芳故意中招倒地，而你却认为自己杀死了他，便从杂货店中走机关进入山穴。怎么样？干掉了。好，赶快进去吧，千万不要露出破绽。我说的没错吧？没错。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条道我也曾走过。当我听到元芳说起镇上那个神秘杀手之时，便立刻联想到了这件事，当然随之也就想到了你。你可真是诸葛亮，只不过是事后的。本来在这个计划里，你并没有打算自己露面，并没有打算直接面对我。然而，毁文忠过于自大，没有杀死李元芳，这才使你的计划不得不中途改变。不错，文忠没有杀死李元芳，而萧清芳手下的那些蠢蛋竟将李元芳抬进了总坛，致使他盯住了我。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变换策略，决定亲自协助你们消灭萧清芳，并且自己也进入到你的伞翼之下，得以更直接地了解你们的动向，指挥行动。这个主意一打定，我就答应李元芳帮助你们击破蛇岭总坛。总坛被攻破，这是你想看到的，但是你不想看到的是萧清芳落在我们手中，因为他一旦被俘，必然会说出洛河神翼的机密，那时候你们便大势去矣。不错，萧清芳必须死。然而当时我们在总坛的人手却不够。是啊，当时2个血灵知道了小梅一人，而他又恰恰跟在我身旁，无法离开。毁文忠则是装作中毒的样子，更无法主动行动。但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万般无奈之下，你只得暗令毁文忠动手。
还请卢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好，杨方仁阔在。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回文中的安全。是。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是。慢着。而后，回文中便潜入通道之内，寻找萧清芳的踪迹。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6号暗门，2号从9号蛇穴逃出总坛。大姐，到6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祸其萧墙啊！陆城小妹，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有人！是你！我说的不错吧？不错，说得很对。你回到祭坛后，为了怕我追查杀害杨方仁阔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便使出了苦肉之计，用刀将自己刺伤。你这苦肉计果然管用，将大家所有怀疑的焦点都引离了你这个最该怀疑之人的身上。然而，当我回到客店，详加验看尸身，便立刻觉得非常奇怪。以杨方仁阔2人的武功，绝不可能在全神戒备的状况下被人割断了喉咙，却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因此，我断定下手之人一定是个熟人。你现在才断定，是不是有些晚了？狄阁老，说句心里话，我真佩服你的口才，竟然能够将大败说得像大获全胜一般津津有味。其实胜败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界限，时而此，时而彼。你可千万不要将胜利看成是不变的。什么意思？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知道，那天夜里，在陀罗地的客店之中，血灵小凤去找毁文中，是奉袁天罡之命前去联络，只不过被狄春撞破，这才假戏真做。老主人让我告诉你，一切小心在意，最近不能再出手了。这苦肉计用完，我也没法动手了。你上父老主人，让他放心。
拥抱自我，快！快来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猜测。猜的倒是很准确，不过，你现在猜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没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当初的判断。很准确，就是太晚了。至于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是啊，还有，就是萧清芳最关心的，洛河神域究竟是哪一天？放心，你一定能够看到，就在明日辰时3刻，日食便会来临。接踵而来的便是可怕的暗涌，到那时，宫廷道观、神庙崩摧，武士和礼堂的天下便彻底终结了。而作为你狄大人，从现在起，你便要待在这里，直到此事结束，因为你和太子是我们的护身符。你知道，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我希望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事。你怎么？你也配？狄仁杰，现在这种境况之下，恐怕还轮不到你这阶下囚发威吧？想听听我的故事吗？什么意思？从你死而复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蛇灵安排在我身旁的卧底。是吗？那你可真聪明。就请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第一，青阳客栈是你秘密开设的，不光是为了要见如燕，还要约见像毁文中这些所谓的好朋友。我说的没错吧？一点都没错。那么，既然你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我刚到客栈，那里就发生了杀人命案，而且死者恰恰又是我最关心的蛇灵逆党成员，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0。第三，你们杀死那2个蛇灵下属之后，为什么不逃离客栈，却还像没事人一样悠闲地住在那里，似乎是专门等候官府和我前来查案？第四，也是你最致命的一点。哦，哼，是什么？就是那张画有蛇形标志的纸片。这件蠢事彻底暴露了你的身份。据你所说，那张纸是2个前来寻找你踪迹的蛇灵下属带来的。请问你，吴降将这2人杀死之后，为什么不将这张随时可以暴露你身份的纸片销毁？你们蛇灵中人不是最讲的就是清理现场、销毁证据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愚蠢的错误呢？继而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错误，这张纸就是为了故意要让我看到，从而将你引出。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狄大人从来没有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是在为自己找回面子。是，真是可笑。狄大人，我刚刚说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明日之后，5州的朝廷便不复存在，一切都由我们来重新创造。这可是天赐良机，
如果你能辅佐我成就大业，那你就是开国元勋，裂土封疆。岂是你现在一个区区内史可比呀？哼，袁天罡，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兀自做着什么千秋大业的美梦？哼，真是匹夫撼树，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像尔等这般阴险恶佞、歹毒残暴的恶贼，人若不除，天必除之。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狂言什么成就大业、裂土封疆，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你而以为苍天之下可容逆贼乎？狄仁杰，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夫好言相劝，你却恶语相加。我看你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处境有多危险。实话告诉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昨天夜里，你在屋中烧毁了一批数算用的图纸，是吧？你怎么会知道？当然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哦，我倒想听听。还记得昨天夜里我们关于洛河神医的一番对话吗？你是说，这2本历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正是。洛河，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洛河经线八卦碑的真相，只有皇帝和袁天罡知道。当年你率人在洛水河畔炮制此事之后，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岂不是都被你杀死灭口了吗？可昨天夜里，此事竟通过一个下人之口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是那么轻松随意，似乎是他自己做的一般。于是我便命狄春监视你的房间，果然在今天清晨找到了那些灰烬。从这时起，我就知道你不是鲁成，而是真正的袁天罡。好啊，说得好。既然你如此聪明，已经推断出了一切，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又为什么会成为我的阶下囚？你以为我真的会落入你的圈套吗？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一点雕虫小技，便可以骗过我狄某这双眼睛？实话告诉你们，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到了。怎么回事？不知道，难道是千牛卫？我去看看。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大将军王孝杰率主力攻破太子宫，诛杀逆党的声音。啊！你说什么？老主人，官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主人，是右卫为主力，咱们的人全完了。袁天罡，今日狄某之所以孤身犯险，设此巧局，就是为了要摸清洛河神异之谜，以及它发生的具体日期。果然，你们得意之下无所顾忌，将机密对本阁和盘托出。事到如今，你们还想全身而退，
做梦！你们的末日到了！可你和太子还在我们的手里。文中小梅，在，将他们拿下。是。可笑你们这些狂妄自大、自作聪明的蠢货！事到如今，居然还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动手！你不是小凤。说对了，我不是小凤。怎么样，被欺骗的滋味好受吗？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